随着经济持续下滑，外资撤离，企业倒闭，失业大军不断壮大，曾经繁华的魔都，如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危机。8月14日，一则来自上海某小区的通知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。微博用户人生旅途发帖称，刚刚小区群里发出通知，让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员全部到居委会登记信息。看来上海各区各街道失业严重，社会闲散人员越来越多，居委会、村委会也忙起来。这则通知要求45、46、47号楼从事网约车司机、快递员、外卖员、网络主播、集卡司机、家政服务员、代驾、自由职业者等职业的人员到居委会报到并登记信息。这一举动引发了广泛猜测，是否意味着政府开始对失业人员进行全面摸底？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有网友爆料称，居委会要求他们停止领取失业金，让我去，喊我不要领失业金，帮我停掉，给我介绍工作。我说凭什么不领？失业金是我上班时单位交的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这位网友愤怒地表示，这一做法无疑引起了巨大争议。按照中国法律规定，失业保险金是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由在职人员工作时缴纳，在非本人原因失业时有权领取。居委会的这一举动不仅侵犯了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更是剥夺了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。上海这个曾经被誉为中国经济引擎的城市，如今却成了失业重灾区。抖音平台 UP 主史黛拉生活号在视频中道出了令人心惊的现实，上海的失业率真的很高。我身边的朋友30多岁、40多岁的都有，突然被公司裁员，出来之后半年、1年都找不到工作，太常见了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那些曾经高收入的白领们，如今沦落到难以找到工作的境地，尤其是那些原来拿着高薪水的人，出来之后真的很难找工作，外面岗位都是非常基础的岗位，薪资又很低。史黛拉无奈地说道。一位35岁的网友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一残酷现实。我就是35加，以前月薪税后3万加，年底还可以税后再拿20万。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我现在就做着1万多的工作。入职的时候，人力问我以前收入那么高，怎么会接这么低的 offer？ 我笑着说，那是上辈子的事情。这其实是我失业1年半，经历了我父亲病重去世后唯一拿到的机会。这位网友的遭遇并非个例。另一位自称前鹅厂算法工程师的网友透露，到手46K 被裁员了以后，找了8个月都没找到，外面根本接不住，而且薪资打骨折都不止。更令人心酸的是，这种裁员降薪的趋势已经蔓延到各行各业，全国都在裁员降薪。一位网友如是说。一位自称前国企券商的女士道出了上海真实的失业现状。我一个朋友之前是在谷歌中国区的法务部门，另一个朋友是在字节跳动下的游戏部门。然而，如今他们3个都失业了，只能在上班时间聚在咖啡馆打发时光。尽管失业大军不断壮大，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数据却令人质疑。昨天的失业数据，政府公布的失业率只有 5%， 这个数据也不知道是怎么统计出来的，打个问号。前述国企券商女士表示，事实上，近年来大陆失业数据屡创历史新高，失业潮已然蔓延全国。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，疫情前中国青年失业率均值在 10% 左右，去年已经超过 20%。去年6月，16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更是飙升至 21.3% 的历史高点。随后当局便暂停公布该项数据。今年1月，统计局公布了去年12月的青年失业率数据，但调整后的统计数字不再包括在校学生。这种做法无疑引发了更多质疑，实际失业情况可能比官方数据更加糟糕。
当经济寒流席卷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之时，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也未能幸免。近日，北京国企圈内关于裁员降薪潮的讨论，如同一声惊雷，震撼了整个首都。8月初，一篇题为《2024裁员降薪大潮真的来了吗》的文章在北京国企圈内引发热议。文章作者，一名国企员工，道出了令人心惊的现实。早听小道消息说要裁员降薪，没想到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这次降薪幅度之大，简直令人瞠目结舌。不知道是何原因，没有降薪，只按北京市最低标准工资，1个月2300，3个月才7000块钱。作者无奈地说道。在北京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，这点工资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，房租1个季度是1万，3个月的钱全部交房租，还差3000，而且还需要饭钱。作者感叹道，我们所有人都蒙圈了，其中有同事要还房贷，也面临断供。坐吃山空的感觉真的太难受了，到底要何去何从？这篇文章在北京国企圈内引起了强烈共鸣，评论区瞬间成为了一片哀鸿遍野的哭墙。一名在 IT 行业工作的北京人道出了公司的阴险手段，自己公司疫情隔离期按照北京最低工资发，逼大家主动辞职，接着安抚大家拖欠工资，继续逼主动辞职，然后主动离职的协商发工资，通过这些操作拖延期限，把到账的业务款都以虚构业务的形式把钱转走后，1分钱也不再支付未发的工资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做法似乎已经成为了某些公司的标准操作，让相信他们的员工去劳动仲裁，继续拖延时间。之后在强制执行期间，把法人变成6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。这就是2023年北京某些互联网中型公司的套路。这位 IT 人士无奈地说，一位被逼离职的员工道破了公司的险恶用心，这就是变相的辞退。你要是抗住了最低标准，1年后就辞退你，那么你上半年平均工资就是2000多，N加1能有多少？公司赔的少。如果你扛不住了，那么你自己离职，他不用赔给你。这场裁员降薪潮并非只限于某个行业，而是席卷了整个北京。一名40多岁的员工无奈地表示，我也是降薪到2400一个月，没办法了，40多岁了，去哪也不好找工作了。教育行业也未能幸免。一名幼师透露，我们幼儿园是降薪调岗，受不了就交辞职信，变相逼我们自动离职，不用赔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即便是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，工资水平也已经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。一位网友表示，自己在北京4个月换了3份工作，工资都在3000元上下，分别是2600元、3000元、2600元加月奖。酒店行业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。一名北京酒店员工透露，现在这个行业普通员工到手工资仅3700元，主管也只有5000元。就连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国企也难逃厄运。一名中铁员工道出了残酷现实，太正常了，中铁是众所周知的大公司吧？实际情况也差不多，甚至有时候1分钱都发不出来了。面对如此惨淡的就业形势，许多人选择了躺平。一名北京白领女士表示，毕业时6500元，当时说3年后年薪10万，现在每月只有3500元了。好在还有五险一金，双休稳定，所以自己已经躺平了，只想着吃喝玩乐了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一些专业人士开始对中国的就业前景进行深入分析。从事金融行业14年的专业人士在其小王分析节目中指出，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央企国企，如今已经生锈。他列举了多个具体表现，公司为降本增效大规模裁员，留下的员工承担倍增的工作量，通过设置难以达成的考核任务来变相降薪，
许多国央企普通员工月薪仅有3、4千，县级机构甚至不到3000。推行全员营销，要求所有员工参与销售，内部斗争加剧，官僚主义盛行。网民萌叔很萌则预测，2024年90%以上的人将面临全面降薪，工资可能从8000降至5000，或从5000降至3000。他直言不满意、有怨气是正常的，但你又能怎么着？你不干，有的是人排队在哪里干，你爱干不干？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网民小丹分享圈预测，2024年可能是未来5年之内最好的一年，这意味着未来的就业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。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，就连美国总统拜登也在《时代》杂志的专访中表示，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。这一言论无疑给本已脆弱的中国就业市场又蒙上了一层阴影。